古人说，人有冲天之志，非运不可自通。人确实需要点运气。中国古人已经论证了这个事儿，千万别觉得自己本事太大，你只不过是运气比别人好一点而已。一个人的成功，一半靠能力，一半靠运气。运气不好的人，寸步难行，甚至可能就此止步不前。但是如果气运加深，就总是会有各种意外惊喜，做事便能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犹如天助一样青云直上。可以这么说，运气就是一个人成长的加速器，成功的催化剂。所以如果你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是依旧没有任何起色的话，那么你就需要考虑如何激活自己的好运气了。有缘人，如果你觉得现在运气不好，赚不到钱，感情不和，工作还不顺，那么接下来你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。不谈玄学，我会告诉你5个科学的秘诀，能够保证你在未来的1年里好运连连。运气实际上就是能量波，用科学语境表达，就是一种正弦波，一种单一的信号。在道家学说中称为太极，在佛学中称为一念。名相虽各不同，但描述的都是同一内容。宇宙中万物都有能量波，包括无机物和生物，比如我们生活中常用的手机、电视、微波炉等电器也有能量波。当它们在运行时，我们能通过仪器测出它的振幅，如强度、频率、波长等。我们常说这些电器有辐射，就是能量波在发散，而人体在接收。人是万物之灵，是天地间唯一可以通过自身能量波主动链接多维空间的生物。佛说人身是所有众生中最容易修行成就的。所谓的修行成就，是指见性成佛。用现代语言说及，回归宙心，就是自身的能量与宙心的能量融为一体。我们通常说能量波有频率、强度、维度等。频率和强度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容易理解，但维度在3维空间中比较难于理解。那是因为能量波的维度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。关于维度空间，在现代量子力学中已被证实。量子纠缠就是对宇宙多维空间的探索，而在佛学中，对于宇宙及各维层空间描述更为详尽。比如佛说的10法界就是对多维空间的描述。10法界也是能量波维度的投射。想要好的运气，当然就要有好的能量波。好的能量波，我们通常理解为正能量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正能量与负能量，只是每个人正负能量的比例不一样。当一个人的正能量大于负能量时，他的正能量波振动频率及强度相对比较强。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这个人的能量磁场好，很有影响力。靠近这样的人，我们会被他的能量辐射，会感觉特别舒服，特别阳光。同样的，如果一个人的负能量大于正能量时，他的负能量波振动频率与强度也比较强，我们也容易受到他的能量辐射。跟在这样的人身边，我们身上的负能量就会被迅速启动，跟随它的频率产生共振。所以古人常说，近墨者黑，近赤者红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正能量强的人，
它的能量波维度容易链接多维空间的阳性能量，即更容易与明亮的美好的能量产生共振，能量磁场向上升。这些能量佛性更强，而负能量强的人，他的能量波维度容易链接多维空间的阴性能量，与黑暗的邪恶的能量产生共振，能量磁场向下降。这些能量魔性更强，所以想让自己的运气变得更好，那就要增强我们的佛性，我们的魔性自然减弱。先建立自身良好的能量磁场，然后再练习能量波精准发射的能力，这样幸运就会随叫随来。一、增强自己的正能量，建立好的能量磁场，培养我们的佛性。增加自己的正能量可以从训练我们的六根做起，即眼、耳、舌、鼻、身、意，就是看的、听的、说的、闻的、做的、想的，都要刻意去练习，接触正能量的信息，学习与传播正能量的知识，与正能量的人共处共事，多讲好言好语，少讲是非恶口，多行善举，少行不义。注意观察自己的念头，起心要动善念等。经过一段时间有意识的训练，时间长了，一旦形成习惯，就自然成为自我习性，慢慢就形成了自身较好的能量磁场。好的能量场是心想事成的基础条件，好的能量磁场就是我们的福报，就像是一张人生资粮的银行卡，卡里得有钱，你才能想买啥就买啥。二、练习能量波的精准发射，以达到所愿皆遂。专注于一念，当我们自身拥有好的能量磁场时，就可以在做某件事之前，专注于诚心发愿及一念，每次只发一个愿，一念就是把你心念的能量波发出去，与多维空间相应的能量波产生共振，然后通过宇宙的循环反射回来，投影在我们三维空间。这就是宇宙全息论。我们所发的愿在自身能量场承受范围内的，产生的共振频率最高，也就是容易达成。如果所发的愿超出自己的场能，就不容易产生共振。比如你目前的能量场能只能为50个人提供服务，你发愿想为100人提供服务，那你这个愿望就不大容易实现，要等你积累场能达到时再发愿才能实现。掌握幸运的能力，在现实生活中应用百发百中，实则并不难。做好自身评估，实事求是，总会有好的结果。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道数学题。如果我们把发愿次数用 n 表示，那么每次幸运等于好的能量波加发愿除以 n。好的能量波实际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福报。想要时时好运，那就要增加福报总量，减少私欲发愿次数，因为每发一次愿都会相应减少福报。当然，利益他人、增强正能量的愿望不会消耗自身能量，反而会加强自身能量。所以，好的运气是自己可以通过修行传来的，是一种纠正、觉察自我的能力。只要你愿意，天天好运气。接下来我将分享5个经过科学验证的方法，
激活好运方法之一，豁达乐观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现象，有些人整天唉声叹气，总是诉说自己有多么倒霉，那他不管做什么事都不会称心如意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而另一些人，不管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他总是能找到理由来安慰自己，激励自己，不埋怨，不诉苦，反正常常和别人说没什么大不了，希望总是有的。那么不管他的经历再怎么坎坷，也会慢慢变好了。对此，老人家经常会说，遇事不要唉声叹气，你一叹气就会把好运赶跑了。其实这并不是老人迷信，心理学上认为，内心的信仰力量和外界发生反应，心境的不同导致了对外界的理解不一样，从而应对的态度和结果都不同。看看生活中，悲观的人看什么都是没有希望的，而乐观的人总是相信希望。久而久之，自己的心态就会形成精神信仰，对你产生心理暗示。无论什么事，只要你相信有结果，你就会勇敢尝试，你才不会遇到困难的时候放弃希望，这样就能坚持到底。而与此同时，你每一次取得突破的成功，都会重新攻击你信仰的力量，让你更加乐观自信。如此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，你就真的会变得越来越好运了。但与此相反的是，悲观的人不够自信，也不能相信外界，连第一步的尝试都无法开始，畏首畏尾去做事，根本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，更别谈什么好运气了。因此，一个人想要获得好运气，一定要记得保持豁达乐观的心态，相信自己，相信希望，形成积极向上的心理暗示，给自己加持正能量，这样做事才会勇往直前，坚持到底。好运气你不用求，他自己就找上门了。记住，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。把你内心的阴霾消极都清空吧，让积极阳光的能量滋养你内心，做一个豁达乐观的人，好运不会离开你。激活好运方法之2，修身齐家。史记岁范书中说，如今世上都是先敬罗衣后敬人的时节，生活中总是这样，那些把自己收拾得板板正正，衣着得体的人，往往都更容易赢得别人的尊重，谈事情做项目都很容易让人信服。而那些衣冠不整，邋里邋遢的人，别人看见了都会嗤之以鼻，大多落魄潦倒。不信你不妨踏着大拖鞋，穿个大裤头白背心，然后和一个西装革履一丝不苟的朋友一起去参加活动，你必定是受冷遇的那一个。有人把这些叫做气场，其实这是个人形象给外界制造的人设影响。人的内心都会对形象良好的人产生先入为主的好感，而对那些形象邋遢的人产生反感。这不是以貌取人的势力，这是人性中向上的天性使然。这是个快节奏的高效社会，能够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都是人精，他们不会纠缠于无效社交，只会把心思放到有价值的人身上。而一个人懂得让自己体面、光鲜整洁的见人，通常就给别人一种有价值的印象。
清代散文《习惯说》中有个小故事，刘荣年少的时候，从不收拾也懒于梳洗，自己住的地方和自己都邋里邋遢的。父亲为此就批评他的时候，他说，做大事的人不用在意这方寸之间的细节。父亲听了就愠怒回答，你连自己都收拾不好，凭什么觉得你能处理好家国大事？所以后人常说，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其实这是很简单的道理。对内能够坚持自律的人才会锐意进取，能够懂得梳理自己的生活，注重自己形象的人，做事才会更严谨。对外，世人都是以貌取人，别人会在你身上的所有细节来判断你的心性和能力。地位，如果一个人形象全无，那显然是无法让人入眼的。其实，想要成就大事，就要懂得慎始，保持好个人形象，去体面做人，才能慎终得到更多机遇。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，这又何尝不是运气的来源？激活好运方法之三，独立思考。世上人云亦云的人，大多随波逐流，命运都无法自己把控，是不可能有好运气的。而聪明人，他们不仅会听会看，还会想，他们保持独立思考，才少犯错，别人看来就会觉得他们是运气好。人长一对耳朵和眼睛，是为了聆听和观察世界，但是让你长个脑子，是要你真正认识世界的。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，很多人突然被人亲近，就会受宠若惊，沾沾自喜，甚至迫不及待的就掏心掏肺。殊不知，这正是你堕落深渊的开始。当别人和你说起某个人的是是非非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特别感动于他对你的坦诚相见？如果你这样想，那么你就会被麻烦找上门了。但是如果你能保持自己的中立，并且尽量远离，那么一切都与你无关，不理是非，是非就不会找上门。当别人和你说做某件事很赚钱的时候，你头脑发热，直接下场，结果往往就是连本带利亏个精光。但是如果你能深入去想，那么赚钱他为什么不自己干？是不是风险过高，他要找人分担？还是根本就是个陷阱？你把这一切都想通了，就会避开所有的陷阱和雷区，能够避开不该踩的雷，让生活一直保持在正确的路线上，不脱轨。这样看来，运气是真的好，能够避开不该踩的雷，让生活一直保持在正确的路线上，不脱轨。这样看来，运气是真的好，但是这运气来自于你能够保持头脑清醒的独立思考。所以凡事都不要轻信一面之词，你只有独立思考，才不会困在思维怪圈里，不会走进别人为你准备的漩涡之中。不能独立思考，人云亦云的人，只能够在别人的斗争中成为有心人意志的傀儡，沦为炮灰。人生少犯错，其实就是一种正确。能够独立思考的人，会被运气青睐，激活好运方法之四，广结善缘。既然我们谈到贵人了，就说说贵人的能量吧。一个人在社会上单打独斗，永远拼不过别人的抱团取暖。做事如有贵人相帮，
又如天助。一个先行者能发动起来的能量，以及能够整合的资源，是后辈难以估量的。就如同李嘉诚在起步之初得到庄敬安的提携，马云在内忧外患的时候得到孙正义的青睐，刘强东在为业界普遍唱衰京东的时候得到了徐新的大胆投资。不可否认，这些大佬都有过人的天赋和坚韧的毅力。可是，如果当初他们没有遇到这些贵人，今时今日的成就或未可知。因此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行万里路不如贵人指路。其实社会上不少这样的人，可能他们自身能力有限，条件也不好，但是在亲友的帮扶拉扯之下，却能弯道超车，获得成功。贵人是怎么遇到的？庄敬安是李嘉诚的舅舅，马云在北京偶遇了孙正义，刘强东在中国大饭店上认识了朋友的朋友徐新。其实贵人就在你身边，只要你立德做人，用心做事，贵人就会出现。所以，人生想要遇贵人，就要广结善缘，用真诚的心去结交真心的好朋友。没事能彼此帮扶，礼尚往来。一旦有了大事，别人自然会尽心尽力相帮。广结善缘是不问出身，不问成就的。多行好事，多交益友，这样的情谊才来得真实和踏实。但平时不拜佛，临急抱佛脚的人，往往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如果你心有所求才去求人，那么你的功利就一览无余，别人只会和你做对等价值的利益输送，是不肯交心的。贵人的帮助是超越自己层次的能量加持和爆发，而人情利益的交易永远无法真正超越自身层次的圈子。人生如有贵人相助，才能气运爆发，实现阶级和层次的超越。只有用真心和诚心对人，才能细水长流，水到渠成。运气总是伴随着好人缘一起的，所以你想激活好运，就要懂得广结善缘。激活好运秘诀之五：修心养性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脾气暴躁的人通常面对大事时都只能无能狂怒，而一个平日随和谦虚的人，面对再大的困难都能够淡定从容。一个人无能狂怒，是因为对事态的失控无可奈何，对结果无能为力。淡定从容，多是因为胸有成竹，但是这些其实是互为因果的。一个人歇斯底里地暴露了自己的无能，也失去了冷静的理智，既无法客观处事，也败坏了人缘。但气度从容的人，向来都是修养极高，心性坚韧，别人看不穿他的底牌，却又愿意和他亲近。他不仅能冷静判断事态，做出最合理的决定，也能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。人生成事固然需要贵人，但是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贵人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好运气，那么第一件事就是要克制自己的坏情绪，对别人对外界要多怀感恩与宽容。我们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大肚能容天下事。你的内心能够容纳多少的，你的世界才能有多大。
这不是迷信，谦和儒雅的君子之风，显然要比暴躁狂暴的杀伐之气更容易让人亲近。因此，做人不能过于偏激，不能固执己见，即使别人的想法和自己背道而驰，也不要因此而大发雷霆，要学着去理解和包容。而想要一个人做到理解和自己对立的立场，这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。这个就需要做到第二件事，要学会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，闲来无事的时候多去学习冥想。一方面可以有效地自己的自控力、专注力、思考力和创造力，另一方面能让你明白到世界的博大天地的广阔，心生敬畏，才会放下执念和偏见，升起包容万物的胸怀，这样自然就能够体谅和理解别人了。而更重要的是，要有慈悲之心，不以恶小而为之，不以善小而不为，多行善不作恶，就能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，无私博爱的人，能够慢慢积累自己的福报，换来好运。所以想要有好运气，修心养性才是根本。其实所谓的好运气，就是坚持良好习惯的努力和汗水，那些谨言慎行的细节会为你种下善因，得来天道回馈的善果，从而气运加深，人生有如开挂，有缘人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激活我的好运气。我祝你好运连连，鸿运当头，贵人相助，心想事成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